F-16绝杀苏35，这是如何做到的？6月7日，一架超级侧卫苏35坠毁在库尔斯克地区，距离乌俄边境仅50公里。这是 F-16首次击落苏35，乌俄战场制空权彻底转变。这次击落苏35仅仅只是开始。7月19日，乌军 F-16再次击落一架苏35。明明在3月份，乌克兰空军司令部前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亲口承认，我们的 F-16在1对1时无法与苏35匹敌。那为什么仅仅过去几个月，情况就完全改变？当前的乌俄空战，哪一方更占优势？ F-16击落苏35，与印巴空战中歼10C击落阵风相比，哪个技术含量更高？首先要说明的是，伊格纳特所爆料的状况并不假。不过 F-16击落苏35也是真的，虽然看起来很别扭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在2025年3月时，如果是单挑的话， F-16的确看不过苏35，毕竟北约援乌的 F-16大多都是老式的 AB 型号，比如丹麦、荷兰退役的战机。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，这些战机进行了 MLU 中期性能升级，雷达性能有所提升，对空作战时最大搜索距离扩大到了190公里左右，但依旧不高。APG-66属于机械扫描雷达，揍一架苏30、苏34没什么问题，但想要对战苏35就稍微差了一点。按照俄罗斯自己的说法，苏35用的是雪豹 E 无源相控阵雷达，对于雷达截面积为3平方米的目标，探测距离达到了400公里。不过俄罗斯给的数据正经人都不相信，火力军估计真实性能也就200多公里，但即使如此也比乌军的 F-16远。至于导弹射程其实相差不大，北约已经援乌 AM-120D 射程可以达到180公里，苏35的 277M 也差不多是这个射程。俄罗斯三角旗机械制造设计局也宣称 277M 的性能等同于 AM-120D， 就当双方处于同一水准。只是苏35的雷达比 F-16的更好用，这也意味着实际作战时，苏35会比乌军 F-16更早发现对方。而现代空战最重要的就是先敌发射， F-16单挑打不过也很正常。不过等到6月份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乌俄战场的制空权彻底逆转。首先，北约预警机来了。2025年4月，萨博340抵达乌克兰，并在利沃夫州进行了首次试飞测试。其次，Link 16也来了。早在1年之前，乌军就已经获得了 F-16，但北约并没有开放 Link 16。直到5月31日，乌克兰与北约签署 CRC 系统接口的许可证，也就是乌军战机接入 Link 16。这就相当于一种共享文档，我在这边写了一段话，其他人在自己的电脑上也能看到。有了 Link 16，战场上的各个单元，比如萨博340、F-16、幻象2000以及爱国者之间，就可以实现实时共享数据。在此之前，乌军的 F-16只能依靠自己的雷达执行空战对地打击任务，在性能没有优势的情况下，能去的地方并不多。不过随着萨博340和 Link 16的到来，一切都不一样了，这也是乌军 F-16能够绝杀苏35的关键要素。6月7日，库尔斯克上空，一架苏35被 AM-120D 击中，机身燃起大火，坠毁在库尔斯克。根据分析，这是乌军刻意为之。当时乌克兰空军正打击俄军阵地，以回应俄军的空袭，俄军派遣了一架苏35进行拦截。令俄罗斯没想到的是，这是乌军精心布置的陷阱， F-16已经等候多时。在本次行动中，乌军不仅出动了 F-16，还有萨博340预警机，虽然性能不如 E3，但已经够用了。对战机类目标的探测距离为450公里，远超苏35。实际作战时，萨博340在200至300公里外锁定苏35，通过 Link 16数据链将信息传输给 F-16。之后 F-16发射 AM-120D， 并立即撤离，后续的导引就交给萨博340。最终 AM-120D 成功在克列涅沃附近击中苏35，俄军飞行员被迫逃生，乌军战机则安全返航。这就是 A 射 B 导，不过这里面有几个小问题。按道理来讲，萨博340在锁定苏35之后，苏35的雷达告警系统是会响的，那为什么还是没有跑掉？ AM-120的射程大约为180公里，但为了保证末端机动性， F-16一般在150公里以内发射，这个距离已经可以被苏35发现，为何乌军的 F-16却可以安稳逃脱？这两个问题答案其实都一样，苏35的雪豹 E 雷达存在缺陷。目前有消息称，在本次行动中，苏35可能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被锁定，这不是随便说的。在2025年7月初，埃及那边爆料了一个新消息，当初不买苏35不只有来自美国的压力，最关键的原因还是苏35不行。2018年的时候，埃及找上俄罗斯，打算采购24架苏35，总价值大约20亿美元。
当时被认为是俄罗斯战机在中东市场的重大胜利。只是俄罗斯还没高兴多长时间，这笔订单就黄了。2020年，埃及取消购买采购苏35，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。一方面是美国的压力。2018年，特朗普签署了一个通过制裁对抗美国对手法案，目的就是切断其他国家跟俄罗斯的业务往来。如果你购买俄罗斯的武器，那就是美国的敌人，然后就实施制裁。埃及不想被制裁，放弃也可以理解。但真正让埃及下定决心放弃苏35的原因，还是战机的性能问题。在2020年，乌俄战争还没打响，俄罗斯的真实战力也没暴露，还是世界第二。估计埃及也不想打俄罗斯的点，取消采购苏35的合同之后，也没有说明原因。不过在2025年7月初，埃及官员忍不住了，主动爆料，当时不买苏35的确有来自美国的压力，但更多的还是苏35的缺陷太大，而这飞机不值这个价，也无法满足埃及空军的需求。在埃及官员的爆料中，苏35雷达老，发动机差，电子战能力薄弱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雷达落后。雪豹翼雷达看上去挺强，探测距离400公里，但是这数据都是俄罗斯吹的，真实性能要砍一半。其他先进战机都已经有源相控阵了，但苏35依旧是无源，技术材料还是砷化镓，而不是氮化镓。此外，雪豹翼的目标识别精度差，更容易受到干扰。在复杂电磁环境下，别说400公里了，能不能找到敌人都是问题。并且埃及军方还提到了一点，那就是苏35缺乏独立作战能力。在埃及看来，苏35虽然号称雷达探测距离远，但机载传感系统和电子战套件的综合能力不足，战场感知能力太差。说到底，还是苏35的雷达航电系统不行。所以有消息称，苏35在攻击前遭遇强电子干扰，雷达的探测距离大幅度缩短，所以没能发现 F-16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苏35的雷达告警系统一定是响了的，但此时已经为时已晚，空空导弹的不可逃逸区可是很大的。当然，也有另外一种可能， F-16一直贴地低空飞行，这个时候雷达的反射波很容易受到地面的反射杂波影响，那么其探测精度就会大幅度下降。俄罗斯雷达的下视能力有限，于是苏35没能发现 F-16， 而 F-16 在发射 AM-120D 后安全离开。就过去一段时间的战况来看， F-16 击落苏35并非个例，而是常态。在7月19日，一架乌军的 F-16 又在库尔斯克上空击落一架苏35，俄军飞行员跳伞逃生。火力军很期待乌军 F-16 在8月份的战绩。F-16 击落苏35其实也反映了另一件事，那就是乌俄战场的制空权彻底转变。接下来，天空将重归乌克兰。不过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杠精，还有一部分人不相信 F-16 能击落苏35。乌克兰的航空博主声称，这架苏35是乌军地面防空系统做的，实际作战时，苏35被引诱至爱国者导弹的伏击区，然后被击落。怎么说呢？这个说法太过牵强。苏35是在俄罗斯境内被击落，而发射阵地一定是在乌克兰境内。总不能说乌军特战队把爱国者搬到库尔斯克，这就是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。只是地空导弹的射程有限，比如爱国者导弹，其对飞机的作战距离最多不过80公里，有效距离仅50公里。想要击落俄境内的飞机，导弹发射阵地距离俄罗斯边境太近，很容易被俄军发现并摧毁。这次不是肉包子打狗了，而是肉包子遛狗，很容易发生意外。爱国者更适合点防御，或者对重点目标环形防御。而且对于乌军来说，爱国者系统属于宝贝，也不会拿着去斗俄罗斯，所以苏35被地空导弹击落的概率极低。还有人认为 F-16 挂载的 AM-120 射程有限，荷兰提供的 F-16 携带的是 AM-120C7 空空导弹，最大射程约100公里。如果要确保杀伤，这个射程还要大打折扣，所以不太可能发起跨境打击。对此，火力军要说的是，乌军的 F-16AB 是经过 MLU 中期性能升级的，性能与 F-16CD 的 APG-68 同级，完全可以适配 AM-120D。乌军也拥有这款导弹，跨境打击完全没问题。排除一切可能后，真相就只有一个，这架苏35就是被 F-16 击落的。德国媒体图片报也是这样报道的，这点很有意义。在 F-16 参战之前，俄军虽然没有彻底掌握制空权，但总归有空中优势，一直在前线丢滑翔炸弹，乌军被迫防御。不过随着 F-16、萨博340以及另一个16的入场，一切都已经发生改变。乌军获得制空权之后，以后俄罗斯战机想要接近乌克兰边境都要面临威胁，毕竟不知道哪里就会藏着一架 F-16。可以预测的是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乌军的进攻行动大幅度增加，从而影响前线状况。比如通过精确制导武器对俄罗斯指挥所、弹药库以及后勤运输设施等关键设备实施定点清除。虽然无人机也能做到这一点，但还是空袭的威力更大。
有了制空权，乌军也可以掩护地面部队进攻，就看乌克兰怎么做了。总的来说，论战机性能，乌军 F-16 的确拼不过苏35。不过之前火力军就说过，现代战场讲究体系作战 ，A 射 B 导战术使得 F-16 重获新生。相比之下，俄罗斯就做不到了。虽然有 A 射 B 导的操作，但是有很大的限制。有消息称，俄罗斯空天军也能实现初步的 A 射 B 导，但是在这里面没有预警机什么事，而是苏 35S 与 S-400协同作战。比如苏 35S 发现目标不在自己的攻击范围，将坐标传给 S-400。之后 S-400 射出拦截弹，期间由苏35负责导引，直到导弹命中目标。如果要是想进阶的话，那就是到了初步的协同交战，双方共享雷达图像，不清楚俄军是否能达到。但不管是哪一种，这种协同作战方式有一个很大的缺陷， S-400 不能跟着苏35一起跑，而且是真是假谁也说不准。俄罗斯那边的假消息太多了。至于俄罗斯的预警机去哪儿了，火力军只能说性能太烂，用不了。全新的 A100 项目已经下，原有的 A50 不仅在战斗中损失不小，还相当陈旧，无法提供进一步的数据电通信，不具备提供目标引导的能力。俄罗斯也害怕 A50 把导引 277攻击己方的苏35，也正是因为这种限制，在当前的乌俄战场之上，乌军 F-16才能频繁击落苏35。那么与印巴空战中歼10C 击落阵风相比，二者哪个技术含量更高？从本质上来说，二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，都是体系作战。不过印巴空战多了一个步骤 ，A 锁 B 射 C 导，也就是红旗9地面反攻系统远程锁定阵风战机，之后歼10C 发射霹雳 15E， 最后再由预警机引导空导弹击中目标。而 F-16 击落苏35，萨博340则是包揽锁定加引导。如果单论作战体系的完整度，其实印巴空战更好一点。巴基斯坦这边因为双方冲突很大，所以在印巴边境线中部和北部各有一支巡逻队在空中待命。在识别到印度战机后，空军战机全部严阵以待，预警机和电子战机都有。实际作战时，先是电子战机对印度战机实施电磁压制，干扰其雷达性能，之后通过预警机给出的坐标发射导弹。印度那边雷达告警一直响，但就是看不到敌人在哪儿。除了空战之外，巴基斯坦还有地面反攻系统，随时发起进攻。在三面夹击之下，阵风战机成了那个冤大头。相比之下 ，F-16 击落苏35，因为具体细节并没有暴露，所以只能是猜测，大概率也是战机加预警机加电子干扰。毕竟 F-16 也能携带电子吊舱，但是印巴空战规模更大，火力军站这边。但如果从数据链的角度考虑，还是 Link-16 更胜一筹，这是北约的数据链。通过 Link-16 ，F-16 可以与北约的任何战机互通，甚至由北约直接指挥乌军 F-16 作战。之前北约预警机进入乌克兰，火力军都怀疑期间指挥乌军作战了。如果什么性能都不考虑，单论战术，二者是一样的，体系化作战。在面对同代战机时，有预警机支持，还有高性能航电与高性能的超视距空导弹，那就能具备碾压性的优势。这就相当于出去干架，自己一群人打对面一个，随便赢。现代空战单靠一架战机的性能已经无法决定胜负。除此之外，体系化也使得那些旧战机也有用武之地。实际作战时，飞机就是一个导弹发射平台，就比如印巴空战，即使把歼10换成歼7也能完成任务。F-16 击落苏35，把 F-16 换成最初型号，没有进行升级的那种，结果也是一样的。总的来说，就跟我们上面聊的那样， F-16 击落苏35就等于说制空权易主。接下来乌克兰完全可以在乌俄边境对库尔斯克进行打击，比如俄军的集结点，破坏俄军的作战潜力，顺带扩大在苏美的优势。并且乌俄战争打到现在，俄罗斯空天军因损失巨大，出动频率大幅减少，在战场重要地区的防御更多的是依靠 S-400 等防空系统。乌军可以借此机会削弱俄军的防空实力，逼迫俄罗斯空天军出动战机与自己对战。之后就是效仿 F-16 击落苏35，对俄罗斯战机挨个点名，不断扩大空中优势，直至可以随意进入俄本土。届时乌克兰就可以讨论如何取得胜利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 F-16 击落苏35期间还发生了什么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